我就在北京原地反共喲，生氣不生氣？來抓我呀！2026年7月1日傍晚，張內賢在 X 上發出這句話。當天晚上11點左右，多名警察來到他位於清華大學校內的家中，給他戴上手銬，隨後將他帶走。家屬取得的拘留通知書顯示，張內賢本名張鹏，7月2日20時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目前羁押於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到現在，警方尚未公開說明具體是哪一句話、哪一段視頻或者哪一種行為構成了案件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家屬直到7月9日才在張內賢的 YouTube 頻道公開情況通報。7月10日以後，媒體開始集中報道，這件事才真正進入公共視野。換句話說，張鵬7月1日被帶走，公眾大面積知道這件事時，他已經從網絡上消失了8天左右。這8天不能隨便填空，家屬可能需要確認他的去向，取得拘留通知書，聯繫律師，判斷公開消息會不會影響案件，也可能只是因為恐懼而不敢立即發聲。這條來抓我啊，於是成了一個近乎殘酷的預告。但只看這一句話，很容易把事情講成一個簡單故事，一個人在北京公開反共，不斷挑釁，最後終於把自己送進去了。他的 YouTube 頻道叫張內賢脫口秀，自我介紹是住在北京的獨立電影導演。事發前，頻道大約有5萬訂閱，300多條視頻，主要討論中國政治、社會、電影和兩岸議題。張鵬身上這股北京人的怨氣，不能只從戶口和地域優越感解釋，還要看他原來是幹什麼的。他不是一個突然跑到 YouTube 上罵共產黨的普通北京人，而是一名獨立導演。2009年至2013年，他先後拍攝《待業青年》《草莓100%》和那些五脊六獸的日子。《待業青年》記錄一群退學、待業、不願按照父母安排生活的年輕人，目前豆瓣評分仍在8分以上。後2部作品評價更加分化，但也延續了他對北京邊緣青年、地下文化和社會規則的關注。那些五脊六獸的日子結尾，人物甚至拿着假槍劫持一輛開往廣電總局的公交車。這個情節是否成熟可以討論，但至少說明他對文化審查和權力機構的不滿10幾年前就已經進入作品，並不是做 YouTube 以後才突然出現的。可他的長片創作基本停在了2013年。2016年，張鵬已經從電影轉向紀錄片短視頻項目《情趣中國》，想做一個中國版 VICE， 泰亞文化、青年生活、性別和邊緣群體。當時團隊面對的問題很現實，資金和人力不足，100個想法可能只能執行5個，既要堅持不按照廣告商的要求刪改內容，又要尋找融資、廣告和海外版權收入。所以，張鵬從導演變成一個對着鏡頭講脫口秀的人，並不是一次突然改行，而是一條持續10多年的職業遷移。電影需要投資、劇組、演員、發行，還要面對審查。紀錄片短視頻成本低一些，但仍然需要團隊和商業合作。到了 YouTube， 他只需要1台攝像機就可以直接面對觀眾。他給自己第1支介紹視頻起的標題就是“一個導演不拍片了，為什麼跑來 YouTube 講脫口秀？”他的解釋是想說一些一直憋着卻沒有機會說的話。這說明政治表達是直接動機，但謀生顯然也是現實問題。他保持固定更新，開設 Podcast， 留下商務合作方式，還專門做過節目討論5萬訂閱的頻道能夠賺多少錢。現有資料不能證明 YouTube 是他的唯一收入來源，但可以確認他不是把這裡當成偶爾發洩的賬號，而是在把它經營成一份可以持續生產、獲得收入的工作。當前影視行業收縮，讓這種選擇更容易理解。傳統電影和長劇項目減少，資金向頭部項目和微短劇集中，獨立導演本來就很難獲得穩定投資。只是張鵬停止拍攝長片，遠早於這一輪所謂的影視寒潮，所以不能簡單寫成他沒電影拍才跑去反共。更準確地說，導演不好做，讓他不斷尋找成本更低的內容形式。國內政治表達的空間越來越窄，又把他推向了 YouTube。牆內的商業脫口秀可以講婚姻、職場和消費，卻很難把共產黨、習近平、電影審查和兩岸問題變成穩定的演出內容。效果文化事件之後，整個行業已經看見，一句涉及政治和軍隊的表達，可能讓演員被調查，讓公司遭到巨額處罰，連帶大量線下演出停擺。
張鵬要講的內容，在北京的劇場裡根本不可能成為一門正常生意，所以 YouTube 對他來說，既是脫口秀舞台，也是電影之外的替代放映廳，還是一條可能的謀生渠道。他過去需要投資人和發行公司才能把作品送到觀眾面前，現在一個人面對鏡頭就可以完成一部節目，制作成本降低了，表達風險卻全部集中到了他本人身上。他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拍過獲得口碑的電影，年輕時接受過媒體採訪，還曾被評為北京10大新青年。他住在中國文化和政治資源最集中的城市，知道電影如何立項，平台如何選擇項目，審查邊界又是如何變化的。這些經歷給了他真實的文化資本，也讓他相信自己比縣城小粉紅更懂中國。但文化資本並不等於權力。他拍過豆瓣8分作品，卻沒有進入穩定的主流電影工業。他距離廣電總局很近，卻不能決定自己的電影能否發行。他住在清華大學校內，卻阻止不了警察進入家中把他帶走。外地人看他，會覺得他擁有北京戶口、名校背景和文化資源，已經接近這套制度的受益端。可在真正掌握影視資源和政治權力的人眼裡，他仍然只是一個沒有進入核心圈層的獨立導演。這類人最容易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徹底遠離中心的人，只知道自己沒有資源。張鵬卻能看見資源怎樣分配，知道哪些作品為什麼能夠拍出來，也知道自己曾經離那扇門有多近。他面對外地人時，是擁有地域和教育優勢的北京人；面對真正的權力時，又只是一個可以被封號、被帶走、被刑事拘留的普通人。張鵬當然不能代表所有北京人，但他的經歷說明，權力中心周圍並不全是既得利益者。那裡還有一批受過教育、熟悉系統、看得見紅利，卻始終無法進入資源分配核心的人。他們既被外界想象成高貴的首都人，又清楚自己在真正的權力面前什麼也不是。這種裡外不是人的位置，未必會產生忠誠，反而可能積累比外界想象中更強的怨氣。1個多月前，張鵬還專門做過一期節目，標題叫“做 YouTube 會被抓”。我做了75期。反而發現中國太適合寫笑話了。他也做過一期喝茶只是個傳說，把自己做境外政治節目的風險直接變成了節目內容。換句話說，沒有被抓本身已經成為張內賢這個頻道最特殊的賣點。假如張鵬被關幾天後或是沒有被批准逮捕，他很可能重新坐到鏡頭前面，對觀眾說：“你們不是說我一定會出事嗎？我就在北京公開反共，被抓進去幾天，現在又出來了。你們這幫連進京證都辦不明白的村逼，氣不氣？”當然，這只是根據他過去的表達方式做出的推演，不是對案件結果的預言。但他暴露了張內賢這套內容模式裡很特殊的一點，無論發生什麼，他似乎都能把結果重新包裝成人設資產。對張鵬來說，風險早已不只是風險，也是一種節目素材。對權力來說，這同樣構成了一個尷尬局面。抓他會替他的頻道證明，公開表達確實可能付出刑事代價。很快放他，他又可能拿這次經歷繼續證明，看吧，我人在北京，罵成這樣也不過如此。真正的問題就在這裡，他過去不斷把暫時安全解釋成自己掌握了規則，即使這次獲釋，也不能說明他的判斷一直正確，只能說明案件最終採取了另一種處理方式。海外批評中國政府的頻道很多，一個本人就在北京公開露臉、公開姓名、持續更新，而且一直沒有出事的頻道才顯得稀有。觀眾不停問他：“你怎麼還沒被抓？”他也一次次回應這個問題。於是，最初只是一個客觀狀態，後來逐漸變成了一套自我證明。我知道尺度在哪裡，我沒有違法，我比外面那些人更了解中國。你們以為說這些一定會被抓，可我就在北京，我說了這麼久，仍然沒有人管我。這套證明裡有一個詞出現得非常頻繁，北京。就在被帶走前，張鵬還在 X 上嘲諷與他爭論的人。他說自己平時就經常講，那些縣城小粉紅年齡小，沒有受過正經教育，是村逼，沒見過世面。最後又補了一句，想找我的話，最起碼你得先能把進京證辦下來再說的。這句話當然是在罵人，但他也暴露了張鵬看待自己的方式。他不僅想證明我敢反共，
他還想證明我在北京反共，北京在這裡不再只是居住地，而是一種等級。我在權力中心，我見過世面，我比縣城裡的人更懂政治，更懂規則，也更接近真正的中國。你們只能隔着網絡舉報我，甚至進北京都要先办進京證，我卻住在清華大學校內，對着鏡頭公開談論你們不敢談的內容。也正因如此，他反覆使用縣城小粉紅村逼和進京證羞辱別人，或許正是在維護自己最後一點身份等級。即使我沒有成為主流導演，沒有分到真正的資源，至少我仍然是北京人，仍然比你們更接近中心，更了解規則。所以張鹏的人設裡同時存在兩種東西，一邊是對政治權力的反抗，另一邊是對首都身份、城市等級和文化資本的迷信。反權威並沒有自動讓一個人變得平等，他批評體制塑造出來的小粉紅，卻也熟練地使用這套體制制造的城鄉鄙視鏈，把北京人受過教育、見過世面變成攻擊別人的武器。這也是為什麼他被抓以後，輿論並沒有只有同情，有人佩服他的勇氣，也有人說他是求錘的錘。這種反應不難理解。7月1日，張鵬在微博發布了那句引發爭議的話：畜生能活105歲，他就不是畜生了嗎？後面還有更加激烈的辱罵。有微博用戶公開表示已經舉報他，並且點名首都網警、平安北京等官方賬號，要求調查他的 YouTube 和其他社交賬號。7月2日，微博官方賬號微博俠發布公告，稱經平台巡查及用戶舉報，賬號張內賢多次發布涉政有害言論，已經於前一天關閉。但截至目前，警方沒有公布案情，所以不能直接斷言舉報導致了抓捕，也不能確定是哪條微博、哪段 YouTube 節目或者哪條 X 發文成為案件依據。我們能確認的只有張鵬長期處於一種公開可見的政治風險中，而在7月1日，這種風險突然從模糊狀態變成了刑事拘留。也正因為如此，他自己挑釁，所以活該。這個說法看起來痛快，邏輯卻並不成立。這不是一個值得慶祝的結局。當邊界只能通過封號、傳喚和刑拘來公布，普通人也會重新衡量哪些話能說，哪些內容能轉，哪些名字最好別提。張鵬證明的結論並不只屬於張鵬。一個人的表達邊界被重新劃定，所有人都會重新計算自己的安全距離。張鵬的表達確實激烈，他罵人也有明顯的地域和階層優越感。縣城小粉紅村逼先辦進京證都不是多麼高尚的政治表達。他最後那句來抓我啊，也幾乎是在主動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這些事實可以用來評價他的性格、判斷力和風險意識，卻不能回答另一個問題：一個人罵得難聽、態度傲慢，是不是就應該被刑事拘留？不能因為一個人並不討喜，就自動跳過權力是否有邊界。也不能因為他知道存在風險，就認為風險一旦發生，責任全部屬於他自己。一個人在高壓線附近反覆跳舞，確實可能很魯莽，但高壓線畫在哪裡，依據是什麼？為什麼昨天可以，今天不行？仍然應該由掌握強制力的一方做出明確解釋。張鵬真正判斷錯誤的，也許從來不是中國會不會抓批評政府的人，他當然知道會。他的誤判是看到自己持續做了75期節目仍然安全，就開始相信自己找到了例外。北京身份、導演身份、清華園裡的住所、公開露臉、節目影響力，以及自己對法律和政治尺度的判斷，似乎共同構成了一層保護。他甚至可以把我為什麼沒有被抓做成節目，再把質疑他的人描述成沒見過世面的縣城小粉紅。這層保護最後被證明並不存在。模糊的邊界最容易制造這種錯覺，他不會提前清楚告訴每一個人什麼可以說，而是允許一些內容存在一段時間，再通過某一次封號、一次傳喚或者一次刑拘，突然公布答案。在這種環境裡，人只能通過觀察誰還在，誰消失了，反向猜測尺度。活得足夠久的人會開始相信自己聰明，住得足夠靠近權力中心的人也可能把暫时的安全理解成身份特權。張鵬最終用自己的經歷證明了一件與他原本想證明的事完全相反的事，而北京從來不是豁免權，甚至在權力中心表達未必更安全，只是更容易被看見。張鵬不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
他傲慢、尖刻，有強烈的北京身份優越感，也可能嚴重高估了自己的判斷能力。這些都可以討論，但一個社會如何對待表達權利，不能只在說話者溫和、禮貌、謙遜，讓所有人喜歡的時候才接受檢驗。真正的邊界，恰恰要在面對一個令人不舒服，甚至令人討厭的人時才能看清。